为什么说大明的崩溃始于江南呢？如果问各位，明朝的灭亡起点在哪里？很多人会脱口而出说北边的女真、李自成的起义以及内阁的腐败和宦官乱政。这些都没错，但是我们今天要从另一个被忽视的角度切入。江南，一个富庶文化鼎盛的江南，为什么会与大明的崩溃联系在一起呢？明代中期以后，国家财政对江南的依赖越来越严重了。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，北方物产不足，于是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。江南地区，尤其是苏州、杭州等地，成为朝廷最主要的税收来源。有史料记载，嘉靖年间全国税赋40%来自江南，而到了万历末年，江南的精粮与粮饷几乎撑起了明朝廷全部的财政支出。也就是说，朝廷之命脉系于江南一线。可惜的是，这根命脉终究是不能承受无尽的盘剥的。江南虽然富庶，但是这种富庶并不等于全民富裕。大量中小地主、商人和百姓常年被摊派税赋劳役，加上地方豪强兼并土地、侵吞赋役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。尤其是辽饷问题爆发之后，崇祯时期对江南的争敛就更加的变本加厉了。这所谓的辽饷呢，就是明末辽东驻军的军饷。为筹措此项军饷，朝廷向江南百姓增加了赋税。更严重的是，江南的文人阶层也开始对朝廷失望了。他们曾是大明文化的中坚，如今却发现这个体制不再保护他们，反而利用他们来稳固税制与官僚。于是，一个表面上温润如水，实则暗流涌动的江南，正逐步脱离对大明的忠诚。比起农民起义的火焰，江南士绅的冷抵抗更加致命。他们不举事不造反，却以另一种方式来对抗大明朝。首先就是税赋对抗。士绅通过躲税、减租、伪报丁口等手段，使国家财政陷入查不清、收不到的困境。以松江为例，根据万历年间的监察御史报告，当地田赋5%不入关。其次就是对政治秩序的消极破坏了。江南士绅在地方上拥有极强的话语权，他们往往会通过乡约、社学等组织控制基层，甚至与知县分庭抗礼，这就削弱了官府的治理能力。更危险的是，许多江南文人开始公开批判明朝政局，借东林书院之名行政治鼓动之实。这股思想风潮不仅引发了党争，更是瓦解了官员对皇权的忠诚。当一个政权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，哪怕没有战火，它也已经在思想上垮塌了。南京的请降过程最能说明问题。公元1645年，多尔衮派多铎南下，清兵兵不血刃的就拿下了江南大部。当年清军进驻苏州、杭州，很多地方甚至是鼓乐相迎的。江南士绅为什么会如此合作呢？不是因为他们对清朝廷的忠诚，而是因为对明朝廷已经彻底失望了。他们要的不是哪个朝代，而是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可控的赋税体系。只要不再任意加税，不再横征暴敛，他们就能接受新的主子。可以说，明朝真正灭亡的不只是皇帝的政权，更是民心的溃败。而这场民心的崩塌，最早就发生在江南。总结来说啊，大明的灭亡表面上是因为外族入侵、农民起义，实际上则是常年的制度溃烂与民心离散的结果。而江南作为帝国财政的根基、文化的核心，却在最关键的时刻先行背离。这种非暴力的脱节，比战场上的兵败更加可怕。
明亡非亡于兵，而亡于心也。人民的心散了，国就不再是国了。